大家好，我是老罗。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新买的 Festool Domino。其实这个工具的中文名字应该叫啥，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哈。有些经销商呢管它叫做费斯托开损机，但理论上讲呢，这个工具并不是为了开损用的，而是帮助操作者容易、精准并且干净的打毛眼儿。用这个工具所做出来的连接方法，英文叫做 Loose Tendon Joinery。我在百度文库里查到中国红木家具明清古典家具术语中英文对照里面提到 Loose Tendon 的中文对照应该叫做活销。那我们不管这个工具中文应该叫啥了哈，我们现在言归正传，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Festool Domino。这箱子都系烂了。嘿嘿，哎，好了，这一盒呢就是300颗这个木榫销子，那总共300根儿。盒子呢还是这个 Festool 自己的 Sustainer System。里面有说明书和一些注意事项。电线，这个是一个附件，待会儿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它怎么用。这是另外一个附件。这几个呢是给长木料用的，待会儿也会给大家演示一下。还是一个附件。这里有一个小扳手。最后就是我们的Festool Domino。那我们先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工具。那就质感来说呢，这个东西和其他的 Festool 工具差不多。金属的地方呢，质感非常好，也很结实。但是塑料的部件呢，就让人感觉有点美中不足，不像是这个价位的工具。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工具的所有的这些操纵杆是干什么的。首先呢，这儿有一个摇杆，这个摇杆呢，我们把它逆时针拧一下，它就松了。然后呢，它就是为了调节这个挡板的角度。那现在呢，挡板是在90度，然后呢，在常用的度数里边呢，我们还有这种刻度，比如说现在就是45度和0度。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有数字的这个小塑料片。这个塑料片代表的就是我们材料的厚度。当然了，这些呢只是比较常见的这些材料的厚度。然后现在呢是16毫米、20毫米、22毫米，以此类推。在美国这边呢，大家通常使用英制的尺寸，但是这些呢是毫米。所以在美国的朋友们呢，我们需要换算一下，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这个3/4寸的材料，换成毫米呢大约是19毫米。所以出于方便呢，我们可以用这个20毫米来代替。在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个扳手。这个扳手呢是固定这个挡板的高矮。刚才我们在这里已经调节了这个材料的厚度，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扳手往逆时针方向一扳，这个挡板呢就会降到刚刚我们调好的这个厚度。然后在这边呢有一个刻度，告诉你这个挡板的高度是多少。现在这个挡板的高度是10毫米。因为刚刚我们把塑料片，也就是材料厚度调到20毫米，所以这里的10毫米呢，就代表了材料的总厚度20毫米的一半。这里呢是调节这个毛眼的深度的，比方说我需要用的木头销子是30毫米，那么我就需要调成到15毫米的深度。这样呢，材料每一边的毛眼都是15毫米深，两边加一块呢，就刚刚好30毫米。调节这个呢，首先要把这一个蓝色的搬开，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绿色的调节深度了。比如说现在是12毫米深，15毫米，
20毫米，以此类推。工具上面这个旋钮呢，是调节毛眼左右的这个宽度。这一款呢，总共可以调节为3档的宽度，分别是13毫米、19毫米和23毫米。根据说明书上的提示，这个调节宽度的旋钮只有在这个机器开启的时候才可以调动，在关机的情况下是不建议调节这个旋钮。工具右侧呢还有一个集尘口，这里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这个工具在运转的时候必须接一个吸尘器或者集尘器，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开毛眼的时候把毛眼里边的木屑吸走。工具前面呢还有这种刻度，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左右的位置，确保我们把毛眼开在我们想要的地方。最后呢，在前面还有2个这种凸起的东西，这个东西呢里边是有弹簧的，它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更方便的给这个毛眼定位。在购买的时候呢，这款工具自带的刀头是5毫米刀头，用来迎合5毫米厚的木榫销子。你也可以去购买其他厚度的刀头，用来迎合其他厚度的木榫销子。换刀头呢也非常容易，这里有一个开关，然后我们需要用这个自带的小扳子把这个开关这样撬起来。现在机身和挡板就可以分离了。在机身的右边呢有一个小按钮，在这里，这个按钮呢就可以把这个刀头的旋转给锁住，把它按进去，然后旋转这个刀头，到了1点以后，这个刀头就不能再转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小扳手把这个刀头拧下来，然后再安装其他的刀头。换好刀头以后呢，再把工具插回到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使用了。工具的开关呢就是在这里，这个开关呢是往前一推它就锁住了。这样的话呢，在操作的时候不用一直拿着这个开关，然后把毛眼打好以后呢，直接在这里往下一压，开关就下来了。工具的电线可以装上和取下，非常的方便。我们可以从这个慢镜头里看到Festool Domino 开毛眼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刀头在转动的时候，也在同时左右摆动，从而达到这个开毛眼的效果。这里我要把2根木头连接在一起。首先我画好毛眼的位置，这里就是我毛眼的中央位置。工具前面有一块有刻度的有机玻璃，可以帮助我给工具定位。Festool Domino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毫不费力，而且真的一点灰尘都没有。开出的毛眼是这样的。2块木头接在一起，效果非常好。这个附件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给长的材料开毛眼的时候，保证毛眼之间的距离都是一致的。首先把这个附件安装到 Festool Domino 上，工具侧面有一个开口，卡到这里，然后锁紧。然后呢，我们有这么一个定位块，这个定位块呢，就是告诉我们它和下一个毛眼之间的距离是多少。现在呢，这个小棍的位置和刀头的距离就是相差120毫米。所以大家看，每一个毛眼之间的距离都是一致的。像这种连接方法也是可以做的，因为我们要在木头面上打毛眼，所以需要加上一个附件，让操作更加的安全。
这次我用了自带的定位器。因为用了定位器，所以毛眼的位置很精确。下面要使用的附件是为了窄材料设计的。这个附件两边的档块可以调节，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保证每次打出的毛眼位置都是统一的。这个附件也适用于不同角度的连接方法，所以我打算一石二鸟，利用这个附件制作45度连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打出的毛眼就是在这根木头的45度平面上。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这个连接更加的牢固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下边再加一个毛眼儿，类似于这样。45度连接效果非常不错。好了，这些就是我对 Festool Domino 的第一印象了。我对这个工具呢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工具呢在网上也是好评多多，相信以后这个工具呢会更频繁的出现在我的频道里。好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欢迎给我留言，也希望你呢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老罗 ，See you next time。